这辆改造之后的汽车能拉动这辆重达50吨的运输机吗？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驾驶员猛地踩下油门，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移动得很快，应该能战胜一开始的科迈罗。别看这辆车现在这么风光，在昨晚它还只是一个底盘，为了能让它好看一点，大家拆了一辆皮卡，并把上面的套件都装到底盘上。因为这辆车最终的目标是要去拉动飞机，所以在车子尾部要加上配重。大家把上面的东西固定好后，队员们上去试车。这辆车看上去虽然乱七八糟，但反应还是很灵敏的。用的可是一个柴油发动机，动力方面自然更没得说。现在2辆车都改造完成，接下来就要上场比赛了。出于安全起见，皮特队用铁链子在车尾固定了一块巨石，这个操作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所以由瑞恩队先开始。他们把这辆缝合车和飞机连接，随着大强倒计时的结束，司机立刻踩下油门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效果来看，这辆车的表现并不太好，车轱辘都干冒烟了，飞机都没有往前走，甚至还有后退的迹象。经过大概10秒的挣扎，车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之后，才总算把飞机拉起来。整个过程用11分04秒，可以说是一败涂地，车子估计也快报废了。接着就是皮特队上场，他们对自己的车子非常有信心。结果我想大家也看到了，他拉着飞机往前跑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，最后仅用14秒，可以说是秒杀科迈罗。这次比赛的结果则是改装车完胜比赛。尽管2强很不情愿，但他还是把奖杯送给了皮特队。这次的改装大赛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这个系列有什么看法？评论区告诉我。